年期间，手机里莫名多了一款恐怖游戏，我刚打开就弹出一条血红色的公告：今日在线时长小于30分钟的玩家嘎。看着手机里略显狰狞的字体，我不禁有些兴奋。作为资深的恐怖类玩家，我忍不住摩拳擦掌，想好好体验一番。可无论我点击什么地方，屏幕上都始终只有这一行孤零零的血字和一串实时流动的倒计时。我本以为是我的手机卡了，可不管我重启程序还是重启手机，依然只能停留在这个诡异的画面。眼看什么操作都没有用，我怀疑必须等倒计时结束才能正式进入游戏，于是干脆把手机扔在了一旁，打开电脑刷起了剧。直到了晚上，当我再度拿起手机时，我懵逼了，屏幕上仍然只有一行血色的字迹，但内容却变了。恭喜玩家任务完成，你活过了第一天。折腾了那么久，合着就完了一句话，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？心里升起一丝不满，我立马划回了桌面，想要把这款没用的游戏卸载掉。万万没想到，它居然是个流氓软件，任我怎么卸载都始终无法将这个游戏从我的手机里移除。等到了晚上睡觉时，一道刺耳的铃声突然传进我的耳朵，拿起手机一看，整个屏幕都被猩红的血色占据，一则公告弹到眼前：注意，今日游戏时间仅剩1分钟，请检查自己的任务进度。我抬眼瞥了瞥时间，还真是23点59分，但我并没有在意，准备刷回视频再度入睡。最近换了新手机，刷视频果然清晰，大家买了新的，旧的都怎么处理？我那台 iPhone 13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200多，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主机显卡这种电脑设备，还有 LV 包和腕表之类的奢侈品都能回收，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就有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从我的楼下骤然响起，紧接着过了大约10分钟后，几辆救护车飞速驶来，才有人小心翼翼地上传了几张全是马赛克的照片。小区里死人了，死相极惨，简直就是4分5裂，而且死了不止一个，有1栋的，有3栋的，有12栋的。听家属说了，不是什么谋杀，压根没人碰死者，突然就口吐白沫开始挣扎了，这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吧？业主群里众说纷纭，看着那几张模糊但惨烈的照片，我不禁皱紧了眉头，心里暗暗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而与此同时，一道熟悉的刺耳铃声也再度响起，一则公告顶到了手机屏幕上：第一场游戏结束，本地服务器玩家总数4800，死亡玩家1620，存活玩家3180。仅10分钟后，一则紧急新闻快讯就在某日头条上疯狂传开：疑似致命病毒在我市疯狂传播，发病前毫无征兆，死亡速度极快，目前病例达1600人左右，传播途径尚未确定，请市民务必小心。一时之间人心惶惶，看见1600这个数字，我也更加确定，这场害人的灾变就是手机里的血红游戏所致。这款惊悚游戏居然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疯狂杀人。事到如今，我再也没法抵挡心里的担心和恐惧，迅速拨动3个数字，想要报警，可我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拨出，一则新的游戏公告已经强制占满了我的手机。欢迎各位进入血红游戏，游戏规则如下，请玩家们务必遵守。违者嘎：1. 本游戏仅玩家可见，请勿在现实中泄露关于游戏的一切。2. 接下来的3天，系统将推出3个不同的游戏场景和对应任务，完成者方可存活至下一天，失败者当场死亡。3天之后，若服务器内无玩家存活，则整座城市全部沦陷，加入更大规模的超级死亡游戏。若有玩家顺利通关，则时间倒退回开服时期，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，人类的存亡或许就把握在你的手里。从现在起，游戏正式开始。公告结束之后，游戏主页上也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：是否进入今日游戏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想着反正也逃不了，直接点击了是。几秒后，手机里闪烁起一阵猛烈的血光，径直把我吞没。本次游戏为双人副本，已为您匹配同服玩家。再睁开眼，我竟早已不在自己的房间里，而是身处一间陌生的中式婚房。精致的红布从房梁缠绕到地上，红灯笼里闪烁着温暖的火光。更诡异的是，我的身后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袭红装的新娘，细细一数，整整有18道身影，全都盖着红盖头，沉默不语。而我的身旁正站着一个身穿便装的女生，脸上写着一样的迷茫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机械的嗓音突然响起：您面前有18位红装新娘，其中17位是恐怖的阿飘假扮的，仅有1人是真正的新娘。你们各有2次掀开盖头的机会，4次机会全部用完之前找到活人女孩。游戏胜利，失败则副本玩家全部死亡。请注意，副本持续时间为1炷香，若时间结束尚未完成任务，游戏将直接判负。话音落下后，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眼前的状况。一旁的女生主动向我打招呼：你好，我叫青青。我叫酱汁。
看这个规则的意思，我们俩应该是纯粹的合作关系，4次机会并不算多，我觉得我们最好商量着一起做决定。我立马表示赞同。没问题。凌晨2点，楼上邻居突然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：今天我好像在咱们小区看见了一个通缉犯，就是隔壁县杀了一家4口然后潜逃的那个人。然而此言一出，整栋楼的人都不淡定了。1202，别吓我，是不是看错了？咱们小区治安还挺好的，怎么可能有什么通缉犯？刚才发消息的1301继续道：等我找找通缉令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在群里发出了一张截图，那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男人，皮肤黝黑，是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普通长相。要不是下面的悬赏金额标着10万块，真看不出来这么个看着老实巴交的男人竟然是个通缉犯。我一开始还没怎么在意，刚才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对劲，总感觉眼熟，就在咱们小区小孩游乐设施那一块。我们俩打了个照面，这一下子群里的人都炸锅了。有知道内情的邻居忍不住说话：602，这人我知道，是我们老家的，听说是他闺女被同学搞大了肚子，结果人家不认，就把人一家都杀了。就那个小男孩和他妈侥幸跑出来了，听说当时屋里全是血，他爸肠子都出来了，吓死人了。502，就为了这点事儿，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？他闺女不检点关人家男方什么事儿啊？402，就是现在的小姑娘都太随便了，说不定是他主动勾引的人家，谁知道呢？802，嘴上积点德吧，就好像你们知道似的。402，我怎么不积德了？怎么别人都没大肚子，就他被搞大肚子了？群里还在吵，我握紧手机，感觉头皮一阵发麻。就在此时，楼上传来一阵闷响，随即寂静的走廊里脚步声慢慢响起，外面有人在走动，可我吓得一动都不敢动，甚至不敢去看看外面到底是谁。群里还在热火朝天的讨论那个女孩到底是不是活该，我颤抖着手指赶紧打下几个字，这时候还有心思争论这个？赶紧报警啊，这可是杀人犯啊！不一会儿楼上回复了1301，报了，警察说很快就到，大家放心吧，今晚上先别出门。我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没事儿的。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，再次醒来时，窗外已经天光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拿过手机打开业主群，楼上又说话了：1301，刚才警察跟我联系了，已经抓到了，大家不用怕了，安心睡觉吧。402，这么快，感谢警察叔叔。就在这时，群里又有人发消息了：202，刚醒，可我男朋友就是接到派出所的，他说昨晚上没接到过报警电话，也没出过警。601，会不会不是咱们接到派出所接的警？202，我男朋友打听了，昨晚上就没抓过人，这么大的案子要是给办了，肯定早就传开了。1301，你到底在哪儿报的警？其他人也跟着艾特起来。302，你是不是耍我们？赶紧出来！1301。802，造谣是要进去的，再不说话我们就真报警了，你就等着进去吧。1301。然而昨晚还积极发言的1301，这次却一言不发了，艾特许久无果。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邻居干脆在群里扬言要去找他，尤其是楼下的502，那是个光头大哥，直接就说要上来。我也有点生气，反正就在楼上，我干脆也跟着一起上去了。结果我和光头大哥刚上了半层楼梯，脚步就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。楼上的大门虚掩着寂静无声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？大哥咬了咬牙，走，咱们上去看看这孙子到底出什么幺蛾子。到了门口，我总感觉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铁锈气。我刚想问大哥闻没闻到，他就伸手一把推开了门。1301的邻居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瞳孔已经扩张开来，身下的血凝固发黑，白色的墙上写着2个血淋淋的大字：等我。当天小区里好像热油进了滚水，彻底沸腾起来了。经过法医的判断，这人死了挺长时间了，身体都硬了，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昨天下午。可是明明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，1301还在群里说话来着。小区里出了命案，人人都开始害怕了。802，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开始报复社会了？现在是无差别杀人了吗？602，我感觉不会吧，因为听说当时他杀那一家4口的时候，那家里还有串门的邻居在，他也没杀人家，把人家放回去了，怎么会现在就开始随便杀人了？402，这种杀人犯怎么说好呢？可能就是心理变态了，想多拉几个人垫背呢。我也有些奇怪，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，当时领导派我去写稿子，但是我心理素质太差，在现场吐得天昏地暗，最后领导只能找人来换我。我想了一下，给同事发了个微信，问了一下具体的情况，同事很快甩过来一个链接，压根儿就不是你们邻居说的什么被搞大了肚子，这个小女孩很惨的，让你们邻居积点口德吧。我点开链接，瞳孔微缩，标题是14岁女孩拒绝同学示爱惨遭毁容，还配了照片，眼睛虽然打了码，却也能看出来
这是个很清秀漂亮的小姑娘。14岁的琳琳因为拒绝了男同学的示爱，男同学怀恨在心，趁琳琳放学回家的路上将其强行掳走，带到荒地里强暴，并在其脸上泼了大量硫酸致其毁容。凶手因不满14岁无法定罪，只能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那个案子我跟到现在，杀人的就是女孩的爸爸，女孩子他妈生她的时候就没了，这些年都是他爸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。听说那个小畜生犯事之后，女孩爸爸去要说法，结果被他一家给打出来了。他妈还带着那个小畜生去过那个女孩家里，问他怎么还不去死。怎么说呢？虽然杀人不对，但也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。我抿住下唇，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杀人啊，被抓了留下那个女孩子自己可怎么办啊？同事沉默了一会儿，许久后他说道，那个女孩死了，是自杀。我把链接发到了群里，很快就有知情的邻居扒出了楼上的身份，原来1301叫赵一强，也是个网编记者。当时他全程报道了这件事儿，有邻居直接把他撰写的文章发到了群里。听村里人说，这个男孩是出了名的敦厚老实，非常腼腆也非常孝顺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叫琳琳的女生在学校就比较爱打扮，和男同学们走得很近。小编认为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到底是什么能让一个老实人如此疯狂？或许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他全程都在暗示被害的女孩子不自爱、不检点，故意勾引加害人，才迫使加害人一时冲动。群里开始激烈讨论。802，这个人说的什么东西？人家小女孩被强暴了，还被毁容，到他嘴里就成活该了。我看他现在才是活该。502，现在什么人也能叫敦厚老实了？老实人实惨。402，我觉得他说的没问题，怎么那么多女孩就非得强暴他？肯定是他不自爱啊，说不定是他主动约人家出去，后来又后悔了，想勒索人家，结果人家受不了才给他毁容的呢。502，楼上脑子进水了吧？给罪犯洗的。602，希望你以后也遇上这种人渣，到时候看你还说不说得出来这种话。402，呵呵，急了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对。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上一个这么写的人已经被杀了，你怎么就知道那个通缉犯现在就不在群里看着你的发言呢？说不定今晚就轮到你了。当天晚上群里又热闹起来了，无外乎那个叫刘贵友的通缉犯到现在还没被抓到。601，现在到处都是天眼，连个通缉犯都找不着，这群人干什么吃的？这时候402突然说话了，他先在群里发了一个新闻的评论截图，一个名为莫欺少年穷评论道，小年纪就知道打扮了能是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多半是仙人跳人家没成，把人家逼急了，活该。现在的女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支持这个男的，干得好，怎么没把他杀了？很明显，这个莫欺少年穷就是402，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些，但是群里立马炸开了。802，你有病吧？我看你才是真的反社会，你说这话也不怕遭了报应？键盘侠竟在我身边。502， 402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发出来？402没说话，继续发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200斤左右的黑胖子正坐在电竞椅上。随即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这就是我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被警察敲了门。402死了，他死前你曾在群里说不定今晚就是你了，请问你是提前知道了些什么吗？我懵了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么说话随便吓唬他的，他怎么会真死了？在看了监控确定我当晚都没出门后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，警察估计也就是走程序。谁都知道杀了他的肯定是刘贵友，但让我不解的是，真正害死刘贵友女儿的那个男同学和他妈妈已经逃出来了，他不去追杀他们，为什么倒要来我们小区杀这几个无关紧要的人？我赶紧把情况跟同事说了一下，问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同事过了一阵子才回，其实那个小姑娘一开始也没想死的，治疗也挺积极的，他爸还到处打听哪里植皮技术好，以后攒钱带她去整容。结果后来被那个记者把这事儿发网上了，还颠倒黑白。你也知道网上什么人都有，好多人就去骂小姑娘不检点，活该，反正说得很难听。结果那天回来，他爸就发现他割腕了，临死前手机屏幕上还是骂他怎么还不去死的私信。他把一张照片发给我，莫欺少年穷，母狗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被毁容的滋味怎么样？爽不爽？我双眼发直，放下手机，怪不得他要杀了这2个人。赵一强把女孩的事情胡编乱造后发到网上，引导舆论网暴。402的私信则成了压倒女孩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女孩的父亲来复仇了。这些隐藏在网线后的蛆虫，在黑暗里肆意发泄着自己的扭曲和戾气，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言行负责，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一直热闹的业主群终于安静下来了。刘贵友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这些天我们小区警车来来往往，到处都能看到巡逻的便衣，然而他却一直没被抓到。往日晚上热闹的小区已经一片死寂了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持续的高压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，警察恨不得把所有警力都出动驻扎在小区里，势必要把刘贵友拿下。然而刘贵友又杀人了，只是这次不在我们小区，而是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片城乡结合部。他找到了那家逃出来的母子，杀了妈妈后把儿子绑走了。社区规则：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，
凌晨12点，小区喇叭突然响起，反复播放着上面这条规则。楼上邻居为表达不满，大声谴责恶作剧。可就在刚说满50个字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从6楼猛然坠下。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住了整个小区。我的天！我刚想惊呼出声，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转头一看，是我的合租室友小美。她一边比出噤声的手势，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敲字。没记错的话，加上之前的吐槽，你已经说了47个字了。而之前的广播的规定是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。联想到邻居大哥的惨烈死相，我不禁浑身一颤，头皮发麻。我靠！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重新敲了一行字。现在是49了。眼看事态紧急又诡异，我们急忙叫醒了另一个合租室友青青，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必须戴着眼罩和耳塞入睡，因此哪怕刚才的广播和怒骂如此大声，也没能把她吵醒。起床之后的她忍不住小声呢喃，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好在我急忙捂住她的嘴巴，才制止了她的行为，只浪费了3个字的说话额度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们3个人聚在客厅用手机打字交流，想要知晓业主群里有没有人说话，却发现网络已经全部断绝，根本接收不到一点信息。不过就算信号全部被屏蔽，报警电话也依然可以拨打。于是我们商量得出最精简的报警文案，由说话余额最多的小美来拨打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按下拨通键后，迎接我们的只有无尽的电流嘶嘶声。不知道是受了什么的影响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一起出门，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小区。可更加绝望的是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发现门上挂着一具身穿保安服的尸体，在他的旁边静悄悄地立着一副从未出现过的木牌，禁止离开小区。对于这条规则，我们3人都没有任何怀疑，保安的下场已经证明了一切，我们只好原路返回。中午12点，小区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。请注意，社区规则介绍如下：一、社区每日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新规则于0点通过喇叭发布，请务必严格遵守，否则当场死亡。2、每当新规则产生时，上一条规则自动失效。3、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重复。4、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，严禁离开社区范围。5、社区规则持续时间为10天，10天后所有规则结束，仍然存活者方可安全离开。听完规则，我忍不住长吐一口气，在手机上敲下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这地方我们要待满10天。小美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而且要经历10条不同的规则，一旦违反就会死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轻轻挠了挠头，不能离开小区的话，食物岂不是也成了大问题？想到这里，我赶紧起身看了看冰箱，还好我和小美都有做饭的习惯，冰箱里备了不少食物，里面也还有很多，起码不会让我们3个人饿着。于是我回应道，食物够我们吃。小美却摇了摇头，小区里有这么多住户，天天点外卖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定会出现有人食物不足的情况。或许到后面几天，每天饿死的人都比死于规则的多，而且就算饿不死，饥饿状态怎么应付这么多规则？看了他写的话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千万不能向别人透露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储备，而且门窗也一定要锁死，防止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精神崩溃，做出可怕的举动。接下来的整整1天，我们都在窒息般的压抑里度过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尤其是我，只剩下最后1个字的额度，只要敢开口，就会当场暴毙。为了帮我管住嘴，小美直接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。而到了傍晚，一夜没睡的我困意来袭，双眼疲倦，却根本不敢趴下睡觉，生怕万一睡着后撕掉胶带说了梦话，就会当场殒命。在精神紧绷的状态里，我只能全程盯着时钟，期待它能走得稍微快一点。好在后面没出现什么意外。在我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，午夜的钟声在整个小区响起，0点到了。第2天的规则终于响起，社区规则2：本日睡眠时间超过3小时者死。听到完整规则后，我气愤极了，只想回家找妈妈。这规则是针对我的吧？精神紧绷整整1天，就等着规则刷新睡个好觉了。新规则居然限制睡眠，一股不忿的念头涌到心间，我终于忍不住撕掉嘴上的胶带，破口大骂起来。去你的狗屁规则！反正新规则产生之后，上一条规则就会自动废除。我现在不管说多少话都不会出事。可还没骂几句，喇叭里竟又传出了新的话语。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示意我仔细倾听。请注意，社区原有人数600人，首日规则后存活531人。此言一出，我们3个都冷不丁打了个寒战。短短1天时间，小区里居然死了69个人。那第2条规则我们又该怎样度过呢？好在青青的思维比较敏捷，
他制作了一份精密的睡眠排班表，为了避免一次性睡完3个小时，轻轻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额度都分成了5份，每份半个小时，分布在凌晨、上午、下午、傍晚和深夜，多余的半个小时则是预留出来的保险缓冲期，避免有谁因为犯困忍不住打盹超出了睡觉额度。我们3人的休息时间全都交错开来，以便相互监督。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，我不禁有些感慨，也不知道今天会死多少人，估计会比昨天多得多。这个规则看似简简单单、朴实无华，但其实非常凶险。睡眠需求是人体的生理本能，越是疲惫紧张就越难抵抗。接下来的一整天里，我们都严格遵循青青的表格，轮流睡觉。已经2天没合眼的我，总算得到了短暂的休息。戴上眼罩后，根本不用酝酿，我便迅速睡去。只可惜，这样舒服的睡眠只能持续半个小时。临近时间节点时，我被小美和青青疯狂摇动，从睡梦中挣扎起来，喝了杯咖啡振作精神。等到上午9点时，才终于迎来第2次睡觉机会。如此反复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小区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想必都是因触犯规则而死去的人。在紧张忧虑里熬过24个小时后，总算等到了午夜钟鸣第3次出现。社区规则3：本日看到阳光者，则请注意，2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397人。第3天的核心是阳光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次的规则总算不涉及睡眠和休息了。现在是0点整，最近我们这里日出的时间大概是6点50，咱们在6点之前把门窗全部封死，应该就不会出事了吧？小美点了点头。之后的一整天，我们想睡多久都没事了。随后我们分头行动，将每一扇门窗全部都贴上了黑色胶带，为了避免漏光，更是对缝隙的位置多贴了7、8层。最后我们又用木板把每一扇窗都彻底堵死，以免规则使坏。突然刮起大风，把玻璃给掀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客厅就像是一个深邃的黑洞，我终于安心钻进了被窝里沉沉睡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。阳光最盛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好几道凌乱的脚步声，如同幽灵一般在楼道里乱窜，不停地敲门踹门，甚至用指甲刮出刺耳的声。被动静惊醒的青青也凑了过来。这个社区规则实在是太恶毒了些。第1天的规则束缚了居民的交流，第2天的规则又限制了居民的睡眠，第3天的规则连阳光都要剥夺，这样居民们会因为食物、水、求生等因素变得癫狂。虽然同情，但为了避免外边的人做出过激行为，我们只好合力挪过来一个高大的衣柜抵在门口。之后的半天时间，我们再无睡意，3人只能牢牢守在门口，听着那些惨烈的哀嚎以及各种砸锤撞门声。终于，发布规则的喇叭再次响起，请注意，3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299人。社区规则4：当日凌晨1点以后，凡是在镜面中看到自己的人，这个规则和第3条类似，需要把所有能够映照人像的东西全都封起来。不过只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大块的玻璃窗本就处于隔离状态，不用再管。我们将电视机屏幕、冰箱表面密密麻麻缠满了胶带，同样也包括手机、电脑这些电子产品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整间屋子都陷入了彻底的沉寂，我们3个的话语也越来越少，甚至不敢对视。这样的麻木持续了24个小时，直到午夜钟声重新响起。请注意，4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262人。社区规则5：当日至少跨过2万级台阶，违者死。听到这条规则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条件有多么严苛，而是感慨终于不用困在窒息的黑暗里了。没有等到天亮，我们便直接走出了屋子。可刚打开房门，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。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，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。想到这，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开始一步步爬楼梯。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，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仅仅是6000阶，我们3人就筋疲力尽，双腿抽搐，瘫软在地上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，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。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。人多起来之后，紧张感略微减少，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。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多走了1000步。艰难地回到家后，没等我们喘口气，午夜钟声准时响起，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。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，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，
突然呼吸不畅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。请注意，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。社区规则6，当日中午12点，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，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。违者死。听到这个规则之后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，这么简单吗？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仁慈过，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。临近11点，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，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，30-40人一起研究，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，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那是什么？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。仅仅是3秒之后，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。待它们飞得近些，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身形庞大的怪鸟。显然，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。小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？”恐怕是的。果然，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，一边盘旋，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，对准人类扑击撕咬。它们速度很快，爪牙异常锋利。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，更不用说抵抗。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，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。这一幕看得我肉疼，忍不住回头瞥向下楼的通道。没等我行动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先我一步跑向通道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巨大怪鸟抓向高空。看来没到12点10分，绝对不能下楼。面对怪鸭一轮又一轮的袭击，我们只能疯狂逃窜，哪怕是一直相当冷静的青青，此时也难忍惊惧。难道说规则觉得前面几天的死亡比例太少了，开启了杀戮模式？还好小美还算冷静。我觉得社区总规则里既然点明存活的可能性，就不会设置绝对意义上的死局。我们留心观察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生机。我刚想点头附和他的鼓励，却看到一只怪鸟朝我们的方向飞来。见状，我急忙伸手呼喊：“小心！”可惜我的叫喊晚了一些，怪鸟第一时间攻击的竟然是跑得最快的青青。青青的肩膀顿时被抓出几道疤痕，疼得青青原地蜷缩起来。小美见状，迅速拿起一根木棍反击，赶走了青青身上的怪鸟，接着冲我大喊：“酱汁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定了！”眼看怪鸭在头顶越聚越多，我的心也坠落到了谷底。绝望的我甚至想闭上眼睛迎接死亡。不对，怪鸭吃人的行为好像是有规律的。周围满地都是住户残破的身躯，有些已经成了白骨，被吃了个精光，另一些的身躯则相对完整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怪鸭并不会吃那些已经躺下的住户。念头一转，我猛然想通了一切，立马朝着青青和小美高声呼喊：“他们有视力缺陷，怪鸭喜欢攻击活动敏捷的人，躺在地上就会没事。”说完之后，我也立马原地俯身趴下，把身体死死粘在地面，足足在心里默数了半分钟，竟都没有一只怪鸭找上门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幸存的住户都学着我的样子，死死贴紧地面，不敢动弹分毫。怪鸭们变得茫然失措，突然没了目标，只能在楼顶一圈圈的盘旋。随着12点10分的到来，它们仿佛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，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。轻轻捏着仍在疼痛的肩膀，冲我微微一笑：“幸亏你找到了破局关键，不然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渣了。”休整1日之后，我们迎来了第7天。请注意，6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36人。社区规则7，当日必须前往1号楼第10层乘坐1次电梯，违者死。第6次规则后，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，而第7天的规则诡异程度丝毫不减，天知道电梯里面又会有什么恐怖的存在。这一次的规则没有限定时间，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越是不限时间的规则，我们就越要第一时间赶过去。小美附和道：“上一轮的经历已经证明，再凶险的规则也存在着一线生机。我们越早过去，就可以观察到越多样本，这样就能推断出电梯里的生机所在。1号楼是我们小区里最高的主楼，足足有20层楼。我们3人走到1号楼底层后，尝试坐电梯上楼，却发现无论怎么按动电梯按钮，梯箱都稳稳地停留在10层。显然电梯已经被规则动了手脚，只有从10楼才能进入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爬了10层楼梯。抵达10层之后，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电梯，而是选择躲在附近的走廊角落，悄悄观察电梯的情况。不到10分钟，就等到了第一批抵达电梯的住户。那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在门前踌躇犹豫了很久，才终于按开了电梯。里面极其平静，空无一物。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们总算是放心地走了进去。
我们则凭着呼吸目送他们2人的身影消失。我猜电梯一关闭，里面就会出现比怪鸭还恐怖的东西。然而关门之后，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突然开始变换，经过一阵跳跃，楼层数字从10变成了3，随后电梯便迅速下降，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从10层冲到了3层。惨叫声、碰撞声从电梯门外隐隐传来。再度归来时，梯箱里已经是2具发软的尸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了。这样的死法和处以极刑有什么区别？又等了3分钟后，新的住户走上了楼，这次是一个穿背心的大叔。等他按开门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对情侣的尸骨居然已经消失不见，电梯仿佛回到了最初状态，而大叔也像前面那对情侣一般走进了电梯。这一次，显示器的数字变成16，电梯猛地上升，同样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呼啸而去，钻到了16层。大叔不出所料变成了梯箱里第3具亡魂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们沉默了许久。所以说，这个电梯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选中一个楼层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刺过去。恐怕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必须随机到上下3层以内才有可能存活吧？这个规则也太考验运气了。然而青青却说，往上3层恐怕也悬。要知道，经历这样快速的冲刺，向上比向下还要可怕。后续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又蹲守到了3批住户的踪迹。先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，她极其幸运，随机到了9层，仅需要下坠1层，哪怕速度快，但也只是有惊无险。女大学生高兴地从电梯中走出，而后面的2拨人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一个年轻人倒霉地抽中了2层，电梯急速俯冲，送回来一堆渣子。最后一批人是4人同行，3男1女一起进入，随机到了15层，急速上升之后，同样没有1人幸免。这一关太难了，能活着走出来的只有女大学生1个人。正在我陷入沉思时，轻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。去电梯。我和小美都有些莫名，怎么了？先进去再说，不要被人抢先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头雾水地进了梯箱，看着电梯门慢慢关闭，显示器上的数字开始跳跃。几秒之后，数字终于定格，它停留在了8，随后便开始下降。极快的速度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重感。不过好在仅只有2层高，对我们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重创。回到10层后，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，忍不住向青青发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安全楼层的？青青解释道：电梯的关键就在于7这个数字。7，没错，就是7。这些楼层数字看似随机，其实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下降7层。第一次那对情侣的3层是初始楼层的10层下降7层，而我们如果把每次下降到底层都是做1轮循环，重新从20层开始，那么第3层下降7层就是第2位大叔的16层，第16层下降7层就是第3个女生的9层，第9层再下降7层就是青年的2层，2层下降7层又到了那4个人的15层，所以我才如此笃定这一次的电梯会再度下降7层，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第8层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都惊讶地捂住了嘴。电梯规则的背后居然是这么简单的规律。度过安稳的20多小时后，第8天的钟声终于响起。请注意，7日规则后社区存活9人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已经在恐怖的规则束缚中待了7天7夜。在紧张的氛围里，我们又迎来了第8日的规则。请注意，社区规则把